我形容这个东西叫做强者的漠视，因为往往很多强者，你不要觉得他是关心一切东西，什么东西都处心积虑的参与，他就告诉你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他一开始就直接说他不担心不忧虑，但之后记者继续追问，他还是说不忧虑。你去看他新闻那个原文，他就说他一直到 not worry 哈，所以我这个就叫强者的漠视，强者欣赏强者，哎呦，你这个演习也确实蛮厉害的，那我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每多一次演习，就对中国大陆解放军了解1分，所以讲这背后也是川普的底气。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持续的，今天要来关注在解放军的这一场在台湾周边的围台的演习。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问题会特别请来宾来做回答。今天的演习进入到正式的第2天了，实弹演习，我们赶快来看到解放军的正义使命2025突袭登场。这个时候，包括了其他的周边国家，不管是日本、菲律宾也抱团有所动作了，还有美国的航母也开始往前推进。解放军这一次的演习是单纯的演习，还是台海正在进入人启动的倒数呢？今天会请张燕婷张将军来帮我们做分析。第2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海警2号的海报亮相，大陆会不会真的动手拦截住运台的军援，封锁台湾生命线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的问题是针对这一场军演，川普说他不担心，但是确实没有被习近平知会过，美国是在降温，还是对台海风险已经过度的乐观了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带光朋友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解放军东部战区12月29日突袭式的宣布对台的军演之后，可以说是没有暖身，被视为是不是一次冷启动的一个实战预演。央视微博最新释出了一个画面，是无人机视角，我们要请导播来一起带我们看最新画面。无人机视角俯瞰台北101的一场10秒的画面。30日更是再次公布北部海域的远程火力实弹的射击，而且他这样说，这一场实弹射击，他说是全部都命中的。东部战区发言人也这样子回答，他说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是有达成预期的效果的。随后国军是立刻表示，随即启动了立即备战的操演来做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当中特别被指明是不是冷启动？什么叫冷启动？也根据 CSIS 这边特别做定义，指的是快速的备战转换，会将这些部队的一些集资物资调动跟这一些通信异常的战前的一些征兆压缩到最低，在对手还没有反应之前，就瞬间的赶快去做临战的部署，这叫所谓的冷启动。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讲了嘛，在其他的国家在中国大陆这场军演之后，也立刻有所动作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的航母跟日本、菲律宾同时做了一些动作。先来看到林肯号，目前呢是已经发现在西太平洋这边活动，并且在22号这一天是正式进入到了菲律宾海跟台湾的东南方。另外2艘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还包括了华盛顿号，还有4万吨级的波里里号2栖突击舰，也是驻守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好，包括了其他第一岛链的国家，像是日本、菲律宾。现在看到解放军针对于南海还有东海的双线压力，最快他们也拟定宣布在明年的1月份会签署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意思就是说，未来日本的自卫队跟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可以一起做联合的战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了？针对中国大陆今天的这一场军演，算是预演冷启动的突袭吗？如果真的发生了所谓的冷启动，台湾能够及时反应吗？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与其说是冷启动，不如说中国大陆是在这个远战速胜、快打决胜。那他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所以，应该是讲到他现在对平战结合、平战转换。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战训合一，作战跟训练合在那边。就比如作战将来在台海用兵，他就在这边训练，变成战训合一。所以他要发展这个触栏突击这个的可能性，将来用兵的模式大概这样，让产生奇袭的效果，让这攻其不备。你攻其不备，他还没有准备好，我就下手了。我认为他会让对手猝不及防，所以他现在就经常的。就直接当天下达要演习，隔天就立刻实施。你看，换句话说，如果平常说大家要准备1个礼拜、2个礼拜甚至各8个月这个前进到
这个保障基地啊，这个军队的布防、军舰的调动都要这些时间，不用直接下令，隔天就实施了。换言之，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转换的动作非常的快。那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办法去及时因应呢？我认为台湾在这一方面要加强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久了之后，忧患的意识，尤其我们台湾没有忧患意识，这是最可怕的。忧患意识是心理素质，有没有这方面？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决心？有没有决心？我们台湾现在缺少的是决心。你看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讲话都不是决心，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很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去对建军备战。你看，现在我们举个例子，现在那个国军的士兵缺5万多人，所以士兵是这个边线比不到60%，50%几而已。那这样的话，基层都空的，最少基层要到达85%，那我们士兵的只有50%几，差的标准太多。那你这样的话怎么去应变？基层空变成头重脚轻，脚其实很重要。为什么？打仗打基层，上面是指挥、是管理、是计划，你下面在执行作战任务，这作战任务缺。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时间非常短促，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边短时间之内马上把这个备战达到那个定最高点？我认为我们可能时间不够，我们可能变成缓步上升。缓步上升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在时间上赶得上进度。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火线接上了没有？子弹上膛没有？飞弹上架没有？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准备？我们看相关的媒体这个方面的报道，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另外，我们对情资的掌握如何？我们在这个中共宣布的前24小时、前12小时没有得到任何讯息，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没有任何媒体知道，全台湾2300万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们对情资的掌握也有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会知道，或者因为现在网络媒体马上即时就会说，马上立刻散出来，中共准备要启动演习了，结果没有全台湾这个几百家媒体没有一个媒体知道，或者说我们竟然被这个中共弄得魂不知鬼不觉，变成这个状况。那我认为这个非常危险，因为打仗打情报，如果情报的部件没有发挥它最大的情报功能，没办法掌握敌情，那你是在这个战争的迷雾中，没有找到真正的目标，没有战略目标，那你怎么样去实施动员？那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大。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并没有事先会掌握说中共即将在12月30号实施军演，没有。我们可以看各种媒体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这是国安高层非常危险的事情。再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国安单位有没有说这些具体去面对这些缺兵的问题，要是有一些策略的行动，我们有没有一个国安清单？我认为把国安清单轻重缓急列出来，比如说现在基建，我们现在的天然气的存量只剩下12天，中共一实施海岸封锁，我们14天马上耗尽，因为打仗会大量消耗能源。那我们怎么办？那还有煤炭，还有石油呢？因为我们没有多元能源，全部是晚上全部是火力发电，但是我们的基础建设不够，我们的这个战斗急需的备份量不足，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大。所以它中国大陆不管是人启动或热启动，我们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好，现在看起来台湾还是缺乏整体的这个备战的忧患意识，包括整体的国安清单都还是需要重新的再整体的盘点一下。这一场军演我们看到非常的紧张。那除了说这一场军演现在看起来有这个实弹的射击之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大陆的《环球时报》跟中国大陆海警局在30日，他们又在发布了另外一个叫做“恶猴”的海报。那画面其实呢也非常的赤裸，就是做一个它包括它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海警的它的舰艇、编队跟直升机直接对台湾周边实施这一种立体的风控。那这个海报画面还特别做了一个 P 图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就是它在台湾的东部描绘了一个中国的海警拦截了载有海马斯的长荣的货轮，直升机也就所降来登船。刚好这一幕，大家网友就在看说，是不是刚好对照11月份美国特种作战小组他们当时在印度洋实际的登检，拦截了大陆的货轮运往伊朗的这一艘武器的零件。中国海警是不是仿效美军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这一次的军演对于台湾的海空的补给线的威胁又有多大？干哥又怎么看？这个特别选在这个12月29号，也就是
28号双城论坛结束之后，他才对台湾做这样的。但是这个举措像现在张将军讲的，你猜都猜不到，你想也想不到。可是他现在的就是比以前，你会发现说，他现在更进一步了。他除了比以前的联合利剑演习之外，他更加的缩小了包围圈，而且有800架航班受到影响。那下一次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回想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所以你要发动奇袭，只有保持无线电静默。整个舰队开了半个月，到了珍珠港面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是网络那么发达的时代啊，为什么对于大陆的这个军演，我们完全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国防部也很惊讶，代表他们在训练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完全静止的状态达到第一线战备的能量，而且我们可以马上丢进去。所以大家认为这4年来的攻击绕台那些训练，你以为他们都是好像每天都是例行公事？不是，那都绝对不是例行公事了。然后现在最主要是我们看到这张海报，这张海报叫做恶猴海报，它指的是什么？它这个是由大陆的官方媒体机关报叫《环球时报》跟海警局共同发布的啊。共同发布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随时都有可能对台湾周边的外海掌控，而且呢，对于可能发生在非战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登船检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已经画出梗图了，也就是一张 P 图。P 图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展示出你们台湾用长荣海运的货轮，在今年跟去年2次自美国送回2批 M1 主力战车。我可以把卫星照片给你看。除了这个 P 图，还有一个卫星真实照片给你看的意思，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进到台湾海峡，我都知道。我要不要去登船去登检它而已。这个警讯非常大，为什么？代表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运来，而且我知道运的是什么东西来。不仅仅是 M1 坦克我们拦得下来，而且你们最近多买了总共111套的 HIMARS 那种高级火箭弹，我通通可以拦得下来。大家要知道 HIMARS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多少次，在乌克兰前线，它可以装在 ATACMS 精准打击陆军战术飞弹。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 HIMARS 也被你拦下来的话，那就代表说你们台湾以后如果在滩头的第一线是没有东西可以对付共军登陆的，因为海马斯将是第一线的打击武器。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些梗图跟 P 图，你就可以知道我不是开玩笑。只要现在台湾的台独势力再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我就可以马上在第一时间之内做出第一击，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关心，那目前针对的这场演习，那美国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川普最新说了一个回应，他说他不太担心习近平今天的动作，他说我和他的关系很良好，他确实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相信他会真的这么做，尤其呢，他在这个地区演习已经20年了，他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上这个怎么解读川普的态度？这次这个正义使命演习，大家都知道，那个政治外交的国际上的意义就是反台独、反外国势力介入。那这当然也有包括直指的，除了先前日本高市早苗之外，当然包括美国。但这场演习真的是空前的、逼近的、压迫式的围岛的军事演习，还有实弹。所以，相较于过去联合利剑以来的部分，当然没有错，经常这个演习啊，但是这次意义不一样。而且，大家如果把过去联合利剑演习先前围岛的区域，包括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我想大家在新闻上、网络上这个地图，真的围一圈了呢，滴水不漏，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不是乱演习，每一次都有所推进。好，那对川普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其实记者在询问川普的时候，不是一个其他场合，是他跟纳坦雅胡正在佛罗里达州那么见面谈完中东，特别跟以色列相关的情势之后的记者会上，刚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家直接就问川普了。所以可以知道，川普虽然是一个临时性的回答，但是不可能他是匆忙的，因为一定有所准备，然后包括他的白宫幕僚也都有。但是川普的这个态度，我想真的是在我们台湾执政党包括日本
方面的这个高长应该都哭哦，抱枕头哭哦。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形容这个东西叫做强者的漠视。因为往往很多强者，你不要觉得他是关心一切东西，什么东西都处心积虑的参与，他就告诉你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面对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几乎要把台湾拿下来。一旦演习变成真的，他第一个告诉你的还是告诉你，习近平没有跟我说，但是我跟他很好，而且他一开始就直接说他不担心、不忧虑。但之后记者继续追问这次演习的状况的时候，他难道对于未来没有忧虑吗？他还是说他不忧虑。你去看他新闻那个原文，他就说他一点都 not worry 哈，就用一点都不担心、不忧虑这个字眼。所以我这个就叫强者的漠视。强者欣赏强者，哎呦，你这个演习也确实蛮厉害的。那我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哈？当然，中国大陆这次有这个演习，它主要还是在测试。除了测试他们自己本身的军演之外，也都知道有这个政治的意义，包括对亚洲周边的国家，特别直指日本方面。而且这刚刚嘉文讲到的这种冷启动、临时性的措手不及，这个措手不及不止台湾措手不及啊，这里头在台湾海峡周遭，包括经贸相关的所有的国家，甚至航空飞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这测试的影响其实还是影响相当大的。但是测试包括美国啊。那你说美国为什么看呢？其实要知道，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演习，对于印太的美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我不能说在旁边拍手看好戏，因为他们才可以真正了解中国大陆一旦为了要打台湾，动员的战术、战绩跟所有的这种战略的新配置，像这次正义使命的部分的包围方法就不太一样。实弹演习也是第一次在台海周边有这么密集的实弹演习，所以这对于美国观察中国大陆的军力跟以后怎么样来，他们要打台湾，那怎么样要不要打，跟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坦白说，对于日本或美国来说都是巨大的资料库。对，我虽然说他们是乐见这个演习，但是每多一次演习就对中国大陆解放军了解一分，所以讲这背后也是川普的底气，因为川普不是现在他要不要阻止讲些政治话术，都是要演习之后，美军也会做非常完整的分析，以后提交到五角大厦，让川普了解到底中国在攻打台湾现在真正的实力是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关心的是解放军在这几天大动作的军演是秀肌肉，还是冲着美国来的，还是在为西川会铺路？美国这回把日菲韩都推到了第一线，是在围堵中国，还是找机会要打一场代理人战争？这一场看不到烟硝味的代理人战争，最后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今天节目我们都会一次的带观众朋友来做掌握。我们先来看到最近这2天解放军的动作非常的多。首先，我们看到在昨天4月1号，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共是出动了21军舰、71共机来军演。扰台，这当中包括了055大区歼20跟福建舰都在这边亮相了。紧接着隔天就是在今天2日哦，这个火力在升级，我们看到了在台湾的海峡中部、南部海域进行了这个叫做海峡雷霆2025A 的演习，重点实施了哪一些项目？包括了警告驱离跟拦截扣押等等的项目。解放军这么多的动作，国军也都在密切的做关注，而大家也在关注这一场来势汹汹的军演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现在专家都直指，就是因为美国最近在战略上面的动作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华尔街日报》所这边做的报道，说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已经重新调整了他的军事的战略的目标，包括就是根据的就是国防部的新战略备忘录显示，他要这么做的，调整美军的主轴，未来是在嚇阻大陆夺取台湾列为最优先的目标。接下来，美国还会对台湾采取拒止防御的战略。接下来还会透过增加包括了潜舰、轰炸机、无人舰艇、特种部队在台湾这边做部署。那么另外呢，台湾当局对台湾当局感受到施压，就会要求大幅增加国防上面的支出了。那么打算将这个备战的态势拉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节目一开始，赶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共军、解放军这个时候大动作的举行这个军演，是在对谁喊话？是在对美国释放说不要轻举妄动的讯号吗？你怎么看？是，我想其实解放军的这个大规模军演啊，是要花人、花钱、花时间的哦。所以解放军平常闲的没事干了，也不会跑来台湾到处办军演。如果大家看一下，美国最近在针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要重新解释了。那这件事情如果一旦成真，那么就是变相要承认台湾的另外一个讯息释放了。第三个
是 G7 最近说要重新检讨一个中国原则。如果一个中国原则被 G7 推翻了，那么两岸问题就不是内政问题了，等于是变相承认两岸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了。这对北京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啊。当然，最后就是美国那个250的国防部长叫什么赫格塞兹，莫名其妙的跑来这里说，这个阻止这个中共动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优先的任务。虽然他讲了一大堆废话，可是没有一项我认为会实现的。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台湾人民要想清楚一件事，看看美国怎么对乌克兰，再想想美国会怎么对台湾。台湾要走向乌克兰的老路吗？全国死掉了1半以上的青壮男人，然后整个国家最后变成一片废墟，然后最惨的是最后还要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让美国予取予求。大家仔细想一下，乌克兰当时这场战争怎么来的？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他现在不但没加入北约，全国死了一大堆人，土地还少了1/3。台湾要走向这条路吗？这是台湾人民要认真思考的。好，解放军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么大规模的军演？华哥哥，你有怎么看？如果以外交上面来讲，刚好这个习川会即将要登场，有没有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提前为外交铺好路？你怎么看？因为我跟你讲哈，老实讲一句，这一次你说共军他再次，你看21艘军舰再绕一遍，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可能台湾人民已经被温水煮青蛙了，所以已经习惯性了。可是问题不是这样子，这一次他的军演，老实讲一句，其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你说照理讲，应该是越来越迟，越来越张，而不是越来越迟。可是我们现在是怎么讲？外迟内张，你就代表说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而且我今天坦白讲一句，国防部那边我们私底下了解哈，国防部那边就是空军的飞机的用油已经到了10年以来的上限。数字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它那个航空燃油用量已经达到了上限，就代表说我们每天都要去应付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对。如果一旦发生更紧急的状态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们的天然气跟石油不能被切断，否则对于国防，虽然说我们有战备储备，但是不能够容许有太久，也就是说这个情势不能够超过1个月到2个月左右，不然对整个国防都会有，民用还没出问题，国防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在这种情况底下，赫格塞斯他先去了菲律宾，再到日本去，他所讲的话只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你们都应该要以美国为中心来应付未来中国对于台海的威胁。为什么？那也直接威胁到你们。他尤其跟那个日本防卫厅在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要一起生产标6飞弹啊！”防卫厅长官的脸都绿了。为什么？我没有要跟你一起生产啊！我们日本的防卫计划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甚至不会用你的鱼叉飞弹。为什么？日本20几年来都是用自己的 AAM 系统跟 ASM 系统，他会要自己发展自己的系统。我要跟你一起生产标6飞弹，没错，我们日本的防卫体系是建立跟美国共同的条约底下的，但是要我跟你生产一样的武器的话，不行。为什么？日本国防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日本什么东西都能做，除了核子潜艇，你不让我日本造以外，我通通都会造，连引擎我都会自己造。所以赫格塞斯讲这个话，我觉得赫格塞斯他应该真的好好再去深造一下，再去出去巡游，你知道吗？当然，你说对那个菲律宾那个坚壁间，那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坚壁间是每年都要举行的美菲联合大军演，菲律宾要出动15000多人，非常可怕的。那所以说，对于菲律宾跟日本，他采取的态度是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台湾又更不一样了。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他最近做的这几个军演，老实讲，他就是有3方面，一个给日本看，一个给美国看，一个给我们看，给台湾看嘛。好，那针对如果是特别，我们来讲到武器，孝伟哥，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军演还秀出了大陆嘛，秀出了055大区、歼20跟福建舰。现在我们来比较是中共跟军力跟美军来一较高下，那现在战力大概如何？当然，如果说我们先讲结论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军事能力对比的话，当然毫无疑问，美国的军事力量还超过那个中国大陆甚多，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美国超出中国大陆军力甚多的军力是全球部署，
因此它能够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如果单独跟中国大陆做对比的话，其实已经不足了，这也是事实，也是美国印太司令现在非常担忧跟紧张的这个地方。现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力对做那个某种程度的军事力量平衡的话，可能是要把整个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军力都放进来，这就代表太平洋地区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任何意外状况，那美国可以请全太平洋地区军力来应对中国大陆。那当然，你看到像这次他派出来这些大型的这个装备，很多都是这几年开始次第服役，像05的大型驱逐舰。大型驱逐舰，如果说你要跟美军的这个对比的话，应该是要跟美军的这个其实一种比较老的叫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那它上面有大概112个这个飞弹发射管。那美国的提康大概有122个，多10个。但是美国提康相对来讲，它的这个雷达系统还是用 Spy-1B 比较老的。那这个055型呢，他们是最新的这个346A 的这样一个雷达。那另外像歼20战机，当然歼20战机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在那个他们现在好几个他们的航空师都已经配备了新的这个歼20战机，数量应该有大概至少超过100架。其实应该我甚至觉得可能目前来说大概180到200架的可能性都有。然后那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那它现在的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青黄不接它原本部署在日本琉球的这个 F-15联队全部撤回美国，要除役换新的F-15EX， 但是现在呢等于基地没有飞机，所以美国会从这个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轮流调派，包含像 F-22还有 F-35过来这边。那因为其实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驻军，当然日本的数量很多，但是如果说以空军驻军来讲，大概是韩国其实有相当的这样的分量，但是韩国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状况，它有一部分的 A-10要回去除役。那另外因为应对这个北韩的这个人民军，美军在朝鲜半岛军力是不能动的，因为一旦动，那这个时候就给了这个金正恩可乘之机了。那这次当然也动用到了这个航空母舰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战斗群山东号，然后前几天大概在3月下旬的时候，从巴士海峡越过，然后进到西太平洋，而且它越过的过程中，其实相当接近我们的近邻水域。那他们现在最拿得出手的，因为福建舰现在还在做海试的这个海上测试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估计最快可能搞不好，大概应该在今年的这个解放军海军节，就这个月有可能服役，但是我们还不确定。但是它即便能够服役，离形成战力还有一段，但是它现在山东号是能够形成战力。当然你说山东号跟部署在美国西太平洋、部署在横须贺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号来相比的话，虽然说战机的数量它的那个大概只有美军的大概2/3，但是整体的这个作战效能来说的话，离美军的航空母舰也还有更大段距离。那未来要等到那个福建号服役以后而且福建号不但要服役，能够形成战力，那这个时候美国跟那个中国大陆大概在全方面，除了水下的核前舰的舰队之外，大概全方面都能够跟西太平洋的这个美军大概可以到达一个这个军力相等的这样的程度。好，刚刚就孝瑋哥也特别帮我们讲，如果是以整个只以西太平洋这个地区来讲，现在中国大陆还掌握绝对的优势，是高过于美国的。那我们就要来看到，所以现在美国其实也是会非常的紧张。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如同刚刚嘉宾帮我们特别提到的，现在拉着这个国防部长。现在到了这个亚洲许多的国家，去拉着这些国家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这当中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日本，包括了南韩等等。我们先来看到他这几天的行程。3月28号，防长访问了菲律宾和小马可仕会面那他们就强化美菲的军事同盟。最新的消息，菲国参谋的总长已经下令备战了，就是说如果说台湾遭到侵略的话，菲律宾会卷入，所以接下来菲律宾他会备战，这是最新消息。再来30号，防长飞到了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会谈，说在这边要来驻日美军升级作为作战指挥总部，还点名了，就如这个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说，以后要一起来生产标6跟空对空飞弹。那日本防卫大臣就脸色铁青啊。好，再来韩国他现在驻韩美军的定位，韩国时报的报道说已经开始转变了，以前是对付北韩，现在转为应对大陆，台海有事，那么驻韩的美军就可能因此拉下水哦。再来就是第二岛链，美军现在要加强部署，砸下20亿美元在这边做强化第二岛链的强化部署。袁老师怎么看这一场看起来是拉着其他的国家这3个韩非日打代理人战争吗？那这些国家未来会变成美国的盾牌，美国在这后面又会怎么做？我很惊讶，听到刚刚思明讲说，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讲说，他们就1万多人准备备战了。那整天在那边在南海的那种什么黄岩岛啊、仁爱礁什么的，被弄得水炮打来打去的，那不备战，赶快出去海军陆战队就上去就行了。
那简直开玩笑嘛！我跟你讲啊，所有的国家都包含伊朗在内，都喜欢打代理人战争啊。但是代理人战争有一个前提，伊朗打代理战争是靠宗教信仰嘛，你在心甘情愿替人家死啊！哎，你现在的话呢，日本的话呢，国防部的这个部长脸色铁青啊，这说明了一切。韩国刚刚孝伟讲得非常好，韩国动都不能动啊，为什么？因为朝鲜的那个80后啊，那个金三炮一下子给你丢原子弹下来了。我跟你讲，只要朝鲜这边发生战争，这个台湾的统一战争是有可能打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世界大乱，因为他们俄罗斯啊、朝鲜啊，他们都敢这样子干啊。所以说这个讲，我现在必须要强调，这个海格赛斯讲的话，其实根本不用听。但是这边有一句话讲到，扼主大陆，夺取台湾啊，凭什么？凭什么？除了讲话以外啊，凭了经济制裁啊，踢出 SWIFT 就来那一套。但是他们搞了俄罗斯，我现在强调，俄乌之间的冲突啊，上次我坐在这边的时候讲的时候，就是普京智商200，泽连斯基150，然后剩下的话呢，那个川普大概只有50啊。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那个普京本身来讲的话呢，根本就没有计划谈，没有计划要停，而且还居然放狠话，我打100年成了英法百年战争的翻版，那还得了？打100年，打100年的话早统一了，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事。另外的话呢，中东问题现在非常严重啊，因为刚刚大家强调，我必须坦白讲，美国是很强啊，是印象中很强啊，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现在中东的问题的话呢，美国打一个胡塞的话，搞了什么 B2 不得了的轰炸机出了好几架，然后呢，那个拖鞋军啊打到现在要准备对伊朗，两边加起来卡尔文森号都已经去了。都已经到了中东去了。那我们现在有的话呢，要把那个什么那个艾森豪50岁的美国的核能这个航空母舰太老了，大陆都是很新的，现在山东号就是很新的，对不对？所以说，请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另外，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大陆绝对不会害怕美国的任何威胁。他做这个事情一直按他自己来的，所以说他就对美国来的。而且日本跟韩国的汽车产业都快要被普丁的那个汽车关税给打趴了。他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要当美国的代理人？我也觉得很天真。除非他们去改信这个大家都信回教，说不定有这个理由。好，这几天啊，许多的观众朋友都很关心一件事情呢，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论调，掀起了现在国际媒体所有人的关注。那么美中的领导人也马上打了一通电话，我们看到这次是习近平主席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并且在通话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希望不管是美方也好，或是日方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自己的明确的一个表态。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海事这个新闻网站的 Maritime Exclusive， 它一个报道就指出呢，直到今年的10月，其实在中共这边的高层啊，也做了很多的风吹草动，包含中共解放军有4位4星将领，他们被免职了。那其中呢，不乏曾经在东部战区的这个前线指挥官，可以说是这些东部战区的将领们，他们就是万一这个中国沿海，不管是对台海、对日本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就是第一线的执行者。那习近平一边强调台湾回归的论述，那另一边是大规模的清洗这些东部战区的将领，这是在清除军中的贪腐吗？表面上好像是，但更多人解读会不会是说，因为东部战区很多人嘛，有鸽派有鹰派嘛，现在就是要把鸽派的人全部扫荡掉，派出鹰派，派出战狼派。派出想把台湾这块肉叼回来最积极的这群人，让中国高层夙愿已久的，我们说2027年进攻台海、统一大业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在做准备了，是这样吗？尚志哥，其实我们在看有关于2027年的这个全世界，包括很多的这种军事的智库，大家会直指2027年，其实有好多原因。那这个原因不乏，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习近平在2022年当时是第三任哈，所以到2027年是第4任，这是第一个，他权力的延续，这第一个。再来的话就是中共的解放军的整体的军备，包括第6代战机，包括我们讲航空母舰的第4、第5的话，大概都在2027年能够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成军。这第二个，第三个都提到说中美的军备这件事情，到2027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总体赢过美国是会更完整哈，所以以及第4个我们在思考的其实就是什么？是中国大陆内部本身包括经济或各方面的稳定性已经可以承担，一旦要攻击
及我们刚才讲应该叫武统台湾的时候呢，如果国际制裁各方面，中国内部的经济体制是可以挺得过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准备好。那么多当中，到底哪一个原因？其实国际当中其实都关注的，或者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上的经验角色是什么？就是要确定你所有的部分最关键的将领有没有二心。所以其实我自己在两岸当中这30年来，在过去一些产官学啊，在思考两岸最危险的一个观察指标，就是一旦大规模的在清洗军中的，尤其是最高阶的人士。为什么？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当中朝代的更迭，一旦如果没有，因为涉及到军力的变动，整个中国的国土里头就有很多的区域的部分战争，于是就诸侯割据，就一旦打仗诸侯割据，在近代的时候也知道，民国好不容易推翻满清，结果军阀割据，所以也就说一旦打仗要进行统一的时候，其实手上有军权的人，如果他不够忠诚，不够真正的向心的时候，他其实非常危险的。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一波当中，包括9名的高级将领，33个上将当中，已经有12个上将被清掉了，而且没有补。所以到底会什么样的原因？其实你说只是反贪腐吗？但是反贪腐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一旦贪腐，是不是表示美国花钱就可以把你买下来了？或者是说你自己为了你的利益，可以在最后一旦在所谓特别是东部战区要打台湾武统的竞争的时候，其他西北、东北的战区大家就可以纵兵力，一旦乱起来了，特别是如果一旦整个战线包括像日本，包括美国等等都卷入的时候，要知道这个部分手上有军权，如果不效忠习近平，不效忠北京中央的时候，那完全就是大失控，而且还有列强马上就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整个在清洗有关于军中人士，不只是贪腐的问题，所以这里头确实有个指标，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2025年的年底前清洗掉那么多12名以上的部分上将的时候，就表示后面的递补大概到2027年之前2年内。因为我们看火箭军的经验，1年内、1年半、2年的话就可以稳定下来。所以现在两岸当中的这个紧张，我们确实要看。我个人是特别觉得，军事人士当中的清洗是指标两岸。我们都知道，今年的部分已经很确定，9月10日，中国大陆已经是推进两岸所谓推进统一了。这个部分不只是对台湾民众宣说哦，是对14亿民众的同胞也都是讲要推进统一了，所以军事是恰好是一叶知秋。是好，这个上次哥帮我们点出了从高阶军事将领的人员调动呢，就可以看出这个中共在实务规划，尤其是在统一这个议题上呢，现在步伐是迈开了。好，那全球现在再度聚焦台海局势，还有当中的各种政治博弈跟诡局。中国央视也重提了日本曾经在2021年呢，就针对台海有事，其实就模拟过了3套剧本，这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因为首相的一句话呢，又被考古挖出来了，并且上了中国的网络热搜。我们从曝光资料可以看到，这计划的核心呢，大概有分成3个层次啊。第一层就包括了水陆的机动团快速夺取关键岛屿，然后建立前线人的据点。那第2层是大规模的兵力投射，还有最重要的第3层飞弹的介入等等。好，所以日本台海有事的剧本，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一次，首相在公开的场合从他的嘴里说出这句话，引发了这么大的风波。2个问题想请教这些大使：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是玩真的吗？还是万人响应、无人到场的漂亮话？2，就是中共解放军对于这套计划，我们说日本设定的3层计划，有没有什么解放？就是最重要的是加强战备力量。这个事实上，2016年开始，日本就已经在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就是我们讲的琉球群岛，从最南到最北，全部加强军事的部署。那最南的一个岛就是最近这个小泉啊，他去到的这个与那国岛。与那国岛距台湾110公里。那小泉最近就是明白的说明，他说要在这个与那国岛部署034中程防空飞弹。那过去事实上与那国岛，我们得知的消息，它在上面的部署了所谓的这个监侦的设备，也就是侦察观察的侦察的这种雷达设备。是。那飞弹上舰的话，这一次连型号都讲得非常清楚，
当然，这个034的中程飞弹防卫部署，非中程防卫它是大概是针对防空的，大概是50公里以外的啊，50公里左右的。那是不是还有更远程的打击量？我们不得而知。可光就这一点，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已经昨天在记者会里面提出关切，说日本在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这个岛屿上部署这个攻击性的武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举动。那可是这个日本在这些岛屿上有所动作，已经有多年了，只是目前就是说中日关系紧张它这个问题变得更敏感，而且在最敏感的时候日本的国防部新任的国防部的小泉部长还特别跑到与那国，你知道与那国离日本是1000里之外，离台湾只有110公里，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这么一个对日本来讲非常的所谓以前我们应该讲说外岛，最偏远的外岛这么重视其实也象征了日本对于这个它的这个琉球群岛这个防卫是多么的重视。不过刚刚讲了，它这个整个的目标其实大部分就是什么战备。你说我们从与那国岛往北走，往北一直看与那国、石环岛、宫古岛、下地岛、那霸岛，再到奄美大岛，它每一个岛现在都在加强军备。军备的方向就是3个。第一个什么？增强驻军，像这个与那国岛以前是没有驻军对现在上一次消息是160人，160人，因为它那个岛很小对，非常小那宫古岛是600人，那宫古岛它的最高的那个山点是500公尺，上面设了一个强力的雷达。那另外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飞弹对空。我们刚刚讲的034是对空，它这个宫古岛很明确，它还有对舰、地对舰，对着海面舰艇打的，两者皆有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我们在石环岛也是一样，都是在这个方面人员、装备，然后都是远程打击能力的这个装备上去。那再接下来就是琉球本岛，琉球本岛本来日本驻的这个军队，它是属于旅团级，旅团级。可是这2年它提升到师团级，那配员额是4000到5000人之间，所以是兵力加重，然后呢这个火力加强，然后呢还有很多新的设施。那在比较靠近这个日本本土奄美大岛它修了很多的机场，因为它土地比较大，而且大部分都是运输机的机场，有3个可以进行运输机的机场。那另外整个来讲的话，日本事实上我们讲2021年的这个计划，它预备在刚刚也讲了，在那个各个岛屿总共设置130个飞弹的仓库，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人员扩充，然后呢弹药增加，然后呢武器的性能提升，那还有就是它的监察、电战能力电子作战能力、反干扰能力全部都加强。所以呢，这个在这个2次大战以来，过去琉球是属于美国在管辖，现在日本的自卫队已经把它当做一个攻击前沿了。因为为什么不是攻击前沿，而是防守前沿也有说他要把这个将来的战斧飞弹也放在上面的话，战斧飞弹有的就可以打1000公里以外。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对日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改变。那你说琉球群岛有这么的受到威胁吗？好像也没有。所以在它这个在加强，比如说这个与那国石环岛的时候，这上面的军事的整个的部署当地老百姓都非常的反对，因为他们就说，本来我是无武装的，那不会变成军事打击基地。那你现在变成武装了以后，又有远程打击别人的能力的时候，那真正情势紧张的时候，它就可能被打击。所以呢，这个对于与那国岛、对于石环这几个非常靠近台湾这几个岛，他们越离这个日本远，越离这个台湾近的，他们这个老百姓心里面都是蛮抵制的，可是看起来日本加强这个琉球群岛整个的人员的以及装备的人员的部署、装备提升，这是一个既定的计划。而且
进行的速度非常的快。了解。好，因为一句台湾有事论，让中美日三方的领袖呢，现在都为此通话。那我们台湾的长官们有什么表态呢？来看到行政院长卓荣泰25日就针对习近平声称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的部分，他表示呢，中华民国台湾是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国家，所以没有回归这个选项。纽约时报则分析习近平向川普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述论点就是在中美二战的时候呢，曾经是并肩对抗法西斯主义跟军国主义的伙伴因为日本二战的时候又侵华又偷袭珍珠港嘛，所以是中美两国共同敌人，这个没有任何的毛病。那不该让台湾这个问题来动摇曾经的历史纽带。那习近平试图用二战的叙事来拉拢川普，但后者呢似乎没有要接这个球，没有要去提这件事情，继续维持美方一贯以来对台湾议题上战略模糊的这个立场。那不知道这是两人认知上的差异呢，还是就是一个避讳，我不想跟你主动掉入到你的陷阱里。那乌克兰的结局已经对于大家全世界已经是个血淋淋的案例了。台湾生活在这边2300万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干哥你的看法？所以你看刚刚大使所讲的这一段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西南诸岛然后建立飞弹的仓库？然后他一直没有提到海上自卫队。其实海上自卫队未来的动向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要有一个观念，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是全球第4强了。它只是一个自卫队，错了。它的实力超过多少国家？它只输给中国、俄罗斯跟美国而已。它现在是第4强，它随时可以变得更强。海上自卫队就是这么强。好，但是碰到了中国，它就没辙。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规模已经不是你可以想象的，连美国都不敢想象。所以高市早苗现在在玩危险的棋。你在接近台湾的这些周边岛屿部署了这样子的武器，甚至你还有什么水陆机动团？水陆机动团就是海军陆战队，这个最敏感。你只要部署了水陆机动团的意思就是什么？你派了最精锐的部队到这些岛屿来，那就是台湾有事，马上就可以动起来。所以水陆机动团绝对不是来玩的，它是很可怕的部队，是日本自卫队里面的精锐。自卫队到现在规模不到15万人，你就派了水陆机动团来，这代表什么意义？就是要干预，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介入，或者马上就能够拒止，这是最大的意义存在这边。所以习近平这次他讲了一句，他既然提到了二战的叙事，对，可是让大家非常感到，因为其实中国在2次大战的，就是说解放军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他们要强调的对象，因为他们承认是由国府来打这场战争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必须要拿出来，为什么？他说，中美在二战期间并肩抗击法西斯主义跟军国主义，我们应该好好维持着这个几十年来的共同的特性跟成果，所以希望川普能够重视这件事情。那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在就说我们10月25号的台湾光复节的时候，台湾光复没有什么活动啊，台湾本身都没有什么活动，大陆那边是大做文章。大做文章是什么意思？就是必须要去回顾历史，知道说台湾是从日本占领底下光复的。那现在中国愿意回到史实来审视这件事情，反而是台湾自己的政府不愿意审视，他们叫做中战，不叫光复，你听得下去吗？所以行政院长卓荣泰他说，台湾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没有回归这个选项。对，我们都同意，你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两岸之间难道永远不要谈吗？我想再这样子下去的话，习近平的态度只会越来越强硬的，而且对美国的施压会越来越巨大。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美国底牌真的要打完了吗？因为《经济学人》现在也惊曝了说，台海危机正在倒数计时当中，美国可能实质上真的放弃台湾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解读。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是《经济学人》重磅封面震撼全球，画面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台湾国旗被液压机给
即将要碾压的一个画面，标题写得很直白，台湾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还警示说这场危机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快要到来。经济学人列出了3大变数，我们带观众朋友今天先来看到前2大变数。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他说的，美国的威慑力正在瓦解，而习近平犯台野心更加大胆。第二点，中国在外交灰色地带行动，让70个国家都认同了中国拥有采取一切手段夺台。那么灰色手段这当中也提到了，包括说这个共机经常的扰台跟海警执法等等。更吊诡的是，我们要来看到是川普先前不是常放话吗？说中国如果犯台的话，就会对中国课征150%到200%左右的一个高关税。但是我们看到关税战打到现在，这个都已经关税喊到145%了，几乎已经要超过这个水位了。川普这个时候还有底气吗？还有牌吗？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川普针对购买伊朗石油、俄罗斯天然气的制裁的这个比例都比现在150%，甚至说200%还要更高。那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灰色地带的战术，是否配合外交攻势，已经让国际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开始逐渐的不一样了。杨老师怎么解读？我先讲美国是不是所谓已经实质的，就是弃台，或者是接近这个边缘？那我觉得这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啊，其实写的还真的不错，没有明显的偏向任何一方，那对事实做了很具体的描述，对于时间点呢也提出他的评估。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然，因为在过去这10年，或者再推远一点15年。第一个，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武的发展其实真的非常的快速具体，海军、空军，然后呢导弹各个层面。第二点，美国同一个时间，美国的军武的提升事实上是停滞的，而且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尤其是在西太平洋这个区域，你看到中美之间的武器的这种对比，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那第三点，尤其我们台湾人感受最明显的，就是从裴洛西来台之后，连续几次的围台军演，其实美国的军方，美国在军事层面是没有任何具体的作为的，只有在军演之后，偶尔会所谓的军舰穿越过台湾海峡，你这个1次2次也就罢了，但如果长期的是如此的话，在两岸之间的军事的平衡跟中美之间在这个区域的对比就很清楚，美国是否有这个能力跟意愿。因此，从拜登到川普你就看到，拜登是对空喊话说一定会来军事援台，川普就讲得很明白的大白话说，美台之间距离如此遥远，而两岸之间却只有65英里，所以这个意思当然这讯息就很明确。那可是呢，是不是中国大陆就开始采取这个武统，还是说呢，它是用配合外交攻势，然后以及灰色地带？我们看了几次演习，的的确确是在发展这方面的作为跟能力。当然，它跟实际上的军事武器的使用或武统不是截然划分，甚至可能是一个一体性，或者是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同时这个采取或搭配的都有可能。因此，我是觉得在国际上的，就是说各国对于两岸的问题渐渐的也受到权力移转以及中国的整体实力的提升，对于两岸的问题采取一个比较符合他们自己外交利益的观点。那这个是我们台湾在这边一定要有所认知理解的。那同时，两岸之间也因为台湾的内部，这个文章也都提到，台湾内部的政治的两极以及分散，没有办法提出的具体的政策。但同时，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这么密切。去年还是中国大陆加香港还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来到32%，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对策。那同时，你看到两岸之间，赖清德政府又做不断的切割跟警告，经贸密切，但是呢，互动之间互视为对方为敌对，尤其在赖清德讲的是敌国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两岸的情势这一篇文章真的就像你讲的这个液压机一样
就可能随时会压下来，或慢慢的压下来，而这个时间点呢，真的不是操控在我们台湾这一方的。好，同一个问题，将军又怎么看？现在这个干预台湾也变成国际间的一个禁忌了嘛？那接下来中国大陆又会怎么做？加速台海内海化吗？你怎么看？其实这70几个国家已经跟中国这个已经在外交上面已经结成一体了啦。那本来我们美国还寄望，就是如果说是大陆来讲武力犯台来讲的话，可以全世界共同来抵制中国。可是我们从俄乌战争里面，我们看到你美国所发起的对俄罗斯的抵制，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哈。虽然说祭出SWIFT等级的核弹级的金融制裁，但是这3年打下来，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有任何的受到任何伤害。那更何况是中国如果对台湾，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讲，毕竟还是国跟国。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一直不承认你是一个国家，他一直尤其是最近，他更强调说你台湾只是他中国的一个省。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各国是没有理由来介入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从这几次的演习，我自己很敏感的来看哈，这个我们上次今年3月份的时候，大陆对我们实施2024雷霆海峡 A 的演习来讲的话，那山东舰摆的位置就很明显的是在做一个犯台的一个演练哈，因为它这个山东舰摆的位置，那叫做反介入跟区域去止的一个战斗位置摆在那边，就是防止你美军来介入。但是没想到这次美菲肩并肩演习，那美国来讲也做这方面的演练，就是我怎么样突破巴士海峡，准备要进来，所以他派了他的所谓的这个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在吕宋那几个小岛上面摆了所谓挪威的飞弹对舰的导弹哦，但中国也没有在理你，中国居然把山东舰开到那边去，所有的小岛距离那个小岛只有2海里，也就全部在它攻击范围之内。结果没想到这次，我跟你讲，我觉得最让我不可思议的，美国居然来的航空母舰是尼米兹号。尼米兹号是今年要退役的军舰呢，他为了这件事情延役了1年，准备明年再退役。那尼米兹号就不走巴士海峡，他走到南边苏禄海那边进去。你知道山东舰做什么动作？他继续给你顶上去。那从这种动作，我们看出来，美国来讲已经对这个解放军的作战已经有所忌讳了哈。尤其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自己讲的，这个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的导弹，就超高音速导弹，可以在20分钟之内集成美国所有的航空母舰。我想大概不至于吧，11艘航空母舰你都可以集成，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在第一岛链之内，确实是解放军有在地优势。那最近我特别提出一个观察，不管是从中东对不对，卡尔文森号或者杜鲁门号的飞机掉到海里或这次已经要退役的这个老爷爷尼米兹号到台湾海峡来，那我试问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最新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哪里？为什么福特号没有出来？它是电磁弹射的它是最新型的核动力为什么没出来？我觉得川普曾经讲过，对这艘航空母舰，在他第1任总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把这个福特号的航空母舰电磁弹射改为蒸汽弹射，所以这艘航空母舰有问题嘛？它设计了4000次才会故障1次的弹射，就400次就故障1次，一故障以后4条弹射器都不能用，所以那时候川普就曾经讲过这话。那我们不禁怀疑，这个时候这个在中东这个胡塞那边打得天昏地暗的，然后在菲律宾这边你又要跟菲律宾肩并肩演习，结果你把你最新的航空母舰摆在那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真的福特号如这个川普所说的问题很大，根本就没办法弹射飞机？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没看到福特号正式的这种服役出来执行战备任务。好，所以尤其在第一岛链这边，看起来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再害怕美国了。那关税呢？如果用经济制裁，大陆好像也不怕，因为这个川普喊出的150%到200%的关税，如果中国犯台的话，他会这么做。结果现在都已经喊到145%了。那再来看到俄乌战争，他对这个俄罗斯的 SWIFT 制裁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样重大的影响。那习近平接下来还会怕吗？上这个又怎么看？川普当时讲这话的时候，其实国际间都为之。我想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国安体系应该都很
就是 heartbreaking 哈，都心碎了。台湾的存亡，天平的另一端就是关税。台湾就值关税嘛哈。所以川普其实这样子，我们都知道，他从在选前，包括就任之后，所有每次在被访问当中提到台湾问题，所有的记者都直接问他说：万一中国大陆打台湾的时候，你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我想他接受这个问题访问超过10次以上了，可他在这个问题当中完全回避。完全不愿意一丝丝的承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他身边包括卢比欧，包括这个赫格塞斯国防部长，都是过去跟民进党关系很好、政府关系很好、跟蔡英文很好的，都是抗中保台的。可是所有这些他的爪牙们的这些，包括印太的布局，川普或白宫都没有进一步的呼应。所以这里头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川普来说，抗中保台，不应该讲，对于其他的卢比欧来说，抗中保台是连在一起的因果关系。可对于川普来说，中国跟台湾没有因果关系的。所以当你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没有打台湾当中，我为什么要救你哈？所以我想这里有个最指标性的东西，就是 AIT。我想 AIT 主席哈。到前任的罗森伯格离开之后呢，3个月到现在没有我想这是过去来讲 AIT 在台湾历来当中，这个应该就是主席空缺到现在应该是最久，而且这个指标性，作为 AIT 是整个也就美国国务院派到台湾最高的一个位置的人，你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很重视台湾，你在所谓的两岸的这个因果关系上，包括这些战争与和平的操控上，是美国要有所掌握。你怎么会这主席缺了3个月，而且现在连人选是谁都不知道？你要知道 ，AIT 主席历来讲，只要换人选，这个人选的背景。过去跟中国的关系，跟台湾的过去的背景渊源，都会有非常浮想翩翩，而且会被当时的美国政府究竟对台湾的整体的对待的定位，是一个指标性的、清清楚楚的，结果现在都不知道。所以台湾问题，我们看到，其实川普政府到现在，除了持续的要我们豪猪，要我们要好好保卫自己，军事逼迫我们要买武器之外，台积电拿走了，关税战也没有要对你台湾松口。这些看起来，你有任何一点对台湾是真正友善的吗？我说川普，如果有的话，你 AIT 主席老早就来了。所以关税难道？